普通人也能学的梅花艺术，可以通过观察身边的环境啊、人啊、事儿，甚至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起个卦，就能大概了解家宅的兴衰啊、事情成败啊，甚至姻缘好坏。古人认为啊，世间万物啊，它都可以用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来归类。然后呢，这五者之间它有相生，就是互相帮助促进，也有相克，就是互相制约。这个生克关系啊，就好像一套密码，揭示了事物发展里头可能出现的吉凶趋势。它里头提到的那个洞玄歌有哪些来自古人生活经验的观察？什么是体用生克这个核心逻辑，以及怎么让这种观察和判断能更贴近我们个人？比如资料里提到的那个起卦家术法，不光能了解这门古老智慧它大概是怎么运作的，甚至对观察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状态也能获得一些新的启发。先从洞玄歌说起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本古代版的生活细节吉凶限号对照手册。古人呢，他们通过观察家里的这个环境氛围啊，家里人的精神面貌啊，甚至周围偶然出现的某些事物，来快速的感知家运的走向。提到了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木呢代表春天生机和睦，火呢代表夏天热情礼仪还有兴旺，土代表稳定承载根基，金呢代表秋天肃杀规则，也有是非的意思，水就代表冬天流动变化智慧。所以总的来说呢，洞玄歌的这些观察，很多时候他就是在看家里的这个气场，是偏向于那种生机勃勃的，就是木火比较旺的状态呢，还是感觉有点萧条压抑，就是金水比较强的感觉，或者说是不是处于一种稳定平和的状态，这就跟土的作用有关了。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说法，比如他说若寒宅气如春意，家始生和气，若然冷落似秋时，从此见衰微。这个就是在说家里的整体感觉，对吧？正是，如果一个家你一进去感觉干干净净的亮亮堂堂的，家里人相处也挺融洽，甚至养的花花草草都长得特别好，有种春天的感觉，这就是木的气息嘛，生机勃勃。对，那通常就预示着这个家的运势在往好的方向走。反过来，如果家里显得有点阴暗乱糟糟的，气氛也比较沉闷压抑，像秋天一样，这个就是金主肃杀嘛，那可能就是一种衰败的迹象。其实这个你想想挺有道理的，环境氛围它会直接影响人的心情和状态吗？确实，干净整洁、气氛活跃的家，住在里面的人精神状态肯定也会更好一些。那关于气味呢？他说自然馨香如兰室，福至无须日，鸡豚猫犬会熏腥，贫病致相亲。这个也很好理解，家里气味清新宜人，这首先说明卫生状况好，环境舒适，这在五行里可以看作是木或者火的良好状态，那自然就有利于住在里面的人的身心健康，运势可能也就顺畅些。那后面那个会熏腥呢？如果家里脏乱差，甚至有不好闻的气味，这个在五行里头有时候会联系到土生金，金也带有衰败污浊的意象，这种环境居住者的健康是不是容易出问题？所以说贫病致相亲其实是生活状态恶化的一个外在信号。还有关于房子本身的细节，比如他说门前墙壁缺，家道中减些，溜槽水势向门流，财帛永难收。墙壁破了会影响家运，还有那个水对着门流走就存不住钱。这个在五行的观念里啊，墙壁它是土性的，代表一个家的根基和保护。那墙壁破损了，你又不及时去修补，这就好像根基不稳了，那家道自然就容易中途衰落。至于水呢，尤其是流动的水，古人常常把它和财运联系起来。如果雨水啊，或者家里的排水就是那个溜槽水势，直冲着大门就流走了，那在古人看来，这就是财气往外泄，很难集聚起来的象征。其实啊，这些说法都是在提醒我们要关注居住环境的维护和它的完整性。一些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的破损或者不太合理的布局，可能就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的生活质量。这些观察很多是基于生活经验和一种象征意义的解读。那洞玄歌里还有哪些比较有趣的观察点？还有关于人的状态的，比如他说啊，男装女士皆齐整，此去门风盛，家人垢面与蓬头，定见有悲忧。这是说家里人的穿着打扮也能看出家运来。你想想，如果一家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挺注重仪表的，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个可以对应到火，火主礼仪嘛，这通常就说明这个家庭内部比较有序，家人的精神面貌也比较积极向上，家风自然就容易兴盛。那反过来呢，垢面蓬头，如果
果家里人看起来都邋里邋遢的，不太修边法，这个有时候可能对应土生金，金也带点懒散没落的意象，这往往就反映了这个家庭内部可能有点问题，比如有矛盾啊、压力大呀，或者缺乏管理呀，那自然就容易有忧愁的事情发生。这其实就是咱们常说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的一种体现吧。还有一些听起来不太舒服的信号，比如鬼踢复探情怀敲，祸害到阴小，老人无故气双垂，不日见愁悲。这是说家里的负面情绪或者一些反常的行为是不好的兆头。洞玄哥是这么认为的，他觉得家里要是经常充满了抱怨啊、叹息啊，甚至不明原因的哭泣声，这在五行里对应金的肃杀悲伤之气嘛，这可能就预示着有一些隐藏的矛盾、是非或者不如意的事情正在酝酿。特别是老人，老人在家庭里象征着根基，对应的是土。如果老人无缘无故的情绪特别低落，甚至哭泣，这在古人看来更是家庭根基动摇的一个重要信号，可能预示着健康或者家运方面将要出现问题。但它确实提醒我们，家庭成员的情绪状态，尤其是那些反常的变化，确实是家庭整体氛围和潜在问题的一个反应。看作是古人基于长期的生活经验，对某些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的问题做的一种归纳和提醒。所以说，洞玄哥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套生活预警系统，看到不太好的信号就赶紧去调整、去改善，比如墙壁破了就去修，家里脏了就打扫干净，家人情绪不好就多关心、多沟通。他强调的就是通过观察这些细节来把握整体的状态，然后呢，主动去调整，让环境和人的状态尽量趋向一种和谐、平衡。这其实是一种很朴素的趋吉避凶的智慧，是把观察到的象和实际的行动结合起来了。那我们如果想对某件具体事情的走向做个判断，梅花易数的那个核心逻辑体用生克，体用生克确实是核心了。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体通常指的就是你自己，或者你想要瞻测的那件事情本身，它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方。用指的就是影响你或者影响这件事的那些外部的环境、人或者其他因素，它是代表变化和影响的一方。那我怎么确定哪个是体，哪个是用呢？在梅花易数的起卦方法里面啊，这个我们今天不细讲具体怎么起卦，但通常你会得到一个本卦和一个变卦，你就看哪个部分的卦象它没有变动，哪个部分的卦象变了，那个没有变的部分，它对应的那个卦就是体卦，变了的那个卦就是用卦。简单说，体代表核心，用代表影响。怎么判断吉凶？然后就看他们俩之间的五行生克关系。这个五行关系是基础，你得先记住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生。然后是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把这个生克关系套用到体和用的关系上，就得出了吉凶判断。第一种，用生体，这是大吉，表示有外力来帮助你，事情容易成功，你能得到好处，就像有人给你送资源、送机会一样。第二种，体生用，这个呢算是小凶，或者叫做泄，表示你需要付出，消耗自己的力量去促成事情，有耗损，就像你要主动去帮助别人，自己会有付出。第三种，用克体，这个是大凶，表示有外力来阻碍你、伤害你，事情会很困难，甚至有失损或者失败的风险，就像有人来找你麻烦，克制你。第四种，体克用，这个算是中级，或者叫克，表示你能够克服困难，掌控局面，虽然有阻碍，但你有能力去解决它，就像你能管住你的对手。最后一种，体用比合，这个是吉，表示双方力量均衡、和谐，合作会比较顺利，事情能够平稳发展，就像朋友之间平等互助。这个逻辑框架听起来清晰多了，用生体最好，用克体最差，体克用和体用比合都还算不错，体生用呢就表示要付出努力。资料里那个姓田的人家盖房子的例子，是不是就能说明这个？那个例子非常典型，田家当时起卦得到的是水风井。那我们用书里那个田姓人家盖房子的例子，实际感受一下，他们不是得到水风井卦第五爻动变成了地风生卦吗？用这个例子走一遍，水风井上面是坎卦，五行属水，下面是巽卦，五行属木，看向巽下。变卦是地风生，上面是坤卦，属土，下面还是巽卦，属木。坤上巽下，下卦那个巽木没变，对吧？所以巽木就是体卦，代表田家这个主体。上卦呢，从坎水变成了坤土，这两个变化了的就是用卦，代表外部的影响。体是巽木，那怎么分析呢？先看主卦的用卦，
坎水，水生木，对吧？这是用生体，所以是大吉，预示着盖着房子能带来好处，可能是跟水有关的财运，或者有贵人帮忙。但是还没完，还要看一个东西叫互卦。这个互卦你可以理解成是事情发展过程当中里面隐藏的一些相互作用，一些潜在的因素或者阻力，它是从主卦的中间的4个爻两两组合变出来的，它揭示了主卦内部更深层的关系。哦，有点像看内因。可以这么说，在这个田家的例子里，互卦是离火和兑金。那么这个兑金，五行属金，它克体卦巽木，金克木，这就是用克体了。虽然是在互卦里，但也预示着有小凶。兑卦代表口，所以暗示可能有一些口舌是非。那不是又不好了？别急，你看互卦里不光有兑金，还有离火。离火是克兑金的，火克金，这就叫用制用，就是互卦里的一个因素把另一个克体的因素给制住了，这就等于化解了一部分凶险。这里面还挺复杂的，一层套一层。他考虑的比较周全。那书里好像还提到了一个旺衰，说占卜时间是12月，冬天水旺火衰，所以离火力量不够，只能部分化解。这就把时间因素也考虑进去了。五行在不同的季节月份能量强弱是不一样的，冬天水最旺，火最弱，所以坎水生木用生体的力量就很强，好事明显，而离火克金用智用的力量就弱了点，所以那个口舌是非虽然能化解一些，但不能完全消除。这个旺衰还能影响力量大小，不仅影响力量大小，还影响应气，就是事情什么时候发生。比如坎水生体，好事什么时候来呢？水旺的年份像亥年、子年，就容易应验进财。那个口舌是非呢？对金克体，那就看金旺的时候，比如申年、酉年，就容易发生口舌带来的损失。这个系统不光看生克，还看内在的互动互卦，还要看时机、旺衰、应期，考虑的比较立体。原文还说同一时间盖房的还有王家和韩家，结果完全不同，一个吉凶参半，一个好像是凶大于吉。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同样的年月日时，大家都在盖房，怎么结果还不一样呢？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关键方法了，叫做起卦加数法。它的作用就是在时间和日期这些共性信息算出来的数基础上，再加上一些个性信息。最常用的就是占问人的姓氏笔画数。这样一来，即使时间地点都一样，但因为姓氏不同，加出来的总数就不一样，起出来的卦也可能不一样。这就实现了个性化的判断，是吧？就像医生看病，虽然都是感冒，但给张三和李四开的药方可能会根据他们的体质有点不同。很有道理。那具体怎么加数呢？有什么规矩吗？原文给了一些例子，像盖房子、装修、结婚、成人礼或者办丧事、迁坟，就加主家那个姓的笔画数。如果是占卜婚姻，那关系到2个人嘛，就加男女双方姓氏笔画数的总和。要是没姓氏呢，比如古时候或者某些情况下，可以用名字的笔画数。要是连名字也没有，可以用声音的声调数，1声算1，2声算2，这样。再不行，还可以用住的地方的方位对应的那个后天八卦数，比如东方用3，南方用9，西方用7，北方用1等等。关键是要统一标准，比如说你用姓氏笔画，那这次用简体字，下次也用简体字，或者一直用繁体字，前后要保持一致。一致性很重要。那我们用书里那个婚姻占卜的例子，快速走一遍这个加数起卦。假设时间得到的基础数是23，男方姓赵算9画，女方姓孙算6画。那总数就是23加9加6等于38。用38起卦，书里说得到的是水风景卦，第2爻动变成了水山简卦。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卦。体卦是坎水，坎水生木，这是体生用。刚才我们说是主动方体卦要付出很多，比较辛苦，容易有损耗，感情难成。这通常就暗示着，比如说男方求战者或体卦代表方，在这段关系里会付出很多，但是可能吃力不讨好，关系维持起来很累。那变卦呢？变成水山简。简卦，简这个字本身就是艰难、阻碍、走不动路的意思，所以变卦是大凶之象，听起来就不太妙。再看互卦，是离火和兑金，火克金，内部本身也有矛盾冲突，所以综合来看，体生用，付出多，变卦又是简卦，克难重重，结论就是这桩婚事恐怕很难成功。那应期呢？什么时候可能出问题？体卦是坎水，什么克水？土克水，所以在五行土最旺的那几个月份，比如农历的丑月、12月、辰月、3月、未月、6月、戌月、9月，关系最容易走到尽头。掌握了体用生克和加数法，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抓住了。我们再看看具体应用，比如房屋占卜和器物占卜。先说屋宅占，
就是买房、盖房、装修这些，流程基本一样。先用时间加上姓氏笔画起卦，然后定体用，接着看五行生克，判断吉凶，再看旺衰丙阴期，还可以用一个叫全卦乘数的数字，就是主卦、互卦、变卦里所有金卦代表的数字加起来的总和，大致判断这个房子呢维持多久，还能看能用多久。不过如果卦里有克体卦的因素，那这个年限可能就要打点折扣了。像田家那个例子，好像说卦数29，因为互卦有对金克体，所以断的是29年房屋会毁坏。所以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看有没有用生体或者体用比合，这代表能不能兴旺。看是哪个五行的卦来克体，这就能判断可能出什么问题。比如金克体可能就是口舌是非、钱财损失，火克体可能就是火灾、文书官司之类。书里有个现代买房的例子，卯年3月15日未时，姓张，算9画，得了艮为山卦，第3爻动变为山地剥卦。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艮为山，上下都是艮卦，五行属土，这就是体用比合，比合是吉利的，表示这个房子跟买房人挺匹配，交易过程应该比较顺利，住进去也安稳。那挺好啊。再看互卦，是震木和坎水，木克土，体卦，水被土克，这暗示房子内部，比如水电坎为水，门窗结构震为动为木，这些初期可能需要修修补补。最后看变卦，山地剥，剥有剥落瓦解的意思，那不是不好。这个是看长远，它的全卦乘数是39，所以预示着房子在很久以后，大概39年左右，可能会面临老化、需要大修甚至拆迁的问题。所以建议是可以买，房子本身不错，比合，但要留意初期可能需要一些修缮。住进去以后呢，可以在家里适当用点红色的东西。红色的，为什么？因为红色属火，火生土，脾卦庚土，能旺宅运。哦，用五行来调整。对。那器物站呢？买个东西，养个宠物，种个花草什么的，这个是不是简单点儿？相对来说简单些，有个比较核心的原则，就是原文提到的兑卦主毁折。兑卦就是那个五行属金的。兑卦有缺损、破败的意象，所以占卜买东西、养宠物、种植物，如果用卦是兑金，并且它是来克体卦或者来泄体卦的，体生用，比如体木生用火，兑金再克木，或者体土生用金，那通常就不好。意思是东西容易坏，宠物养不活，植物长不好？大概率是这样，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你的体卦正好是坎水、金生水，或者千金，金跟兑金比合，那碰到用卦是兑金，反而没事。总原则还是看体用生克，用生体，那东西就好用、耐用；用克体就容易坏。比如说，我占卜买个木头桌子，体卦就是木。如果得到的卦用卦是金，金克木，或者用卦是火，木生火，泄了木气，那这个桌子质量可能就不太行。很可能是这样。那要是占卜买个金属锅呢？体卦是金，那如果用卦是土，土生金，或者也是金，比合，那就说明质量好、耐用。那咱种植呢？比如种菜，体卦是木，那就喜欢用卦是水，水生木，最怕用卦是金，金克木。瞻养宠物呢？比如养狗，体卦算土，一般动物算土，那就喜欢用卦是火，火生土。原文说忌金克或者金是泄土气的，也不太好。如果用卦是千金或兑金，那宠物可能就养不太好，容易生病。那怎么办？有办法化解吗？也可以尝试用五行来调整，比如刚才说养狗，卦象显示金太旺不利，那可以适当增加点火的元素，比如给宠物用红色的窝或者玩具，火克金嘛，希望能平衡一下。那东西什么时候容易坏呢？也有应期吗？一般像花草、陶瓷这种容易坏的东西，应期可能看月、看日；像金属、石头这种耐用品，应期可能看年。通常都是在克体那个五行力量最强的时间段容易出问题。最后一个部分关于外应，就是我们占卜的时候，或者平时生活中突然看到、听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比如喜鹊叫啊，或者看到老鼠大白天跑出来。洞玄歌里也提到了不少，但这些信号怎么知道是真没有预兆，还是就是个巧合呢？这个关键要看3点：动静、自然、关联。真外应它往往是自然发生的，不是人为搞出来的。它是主动出现的，不是你无意中碰掉个东西那种被动触发的。而且最重要是，这个现象的象征意义或者它的五行属性，跟你当时正在占卜或者思考的事情那个卦象是有联系的。
能举个例子吗？比如你正在占卜家里的运气，这时候正好有只喜鹊飞到你家窗外叫，这是自然主动的。同时你得到的卦象里显示离火，离卦代表鸟，也代表喜庆，那这个喜鹊叫就很可能是真的外应，预示着好消息。那假外应呢？比如你也在占卜家运，但听到的是邻居在放鞭炮，这是人为的；或者你自己不小心打碎了个杯子，这是被动的。而且你的卦象里可能跟火、鞭炮或者破碎杯子没什么明显的关联，那就很可能是假外应，没什么特别意义，或者只是虚惊一场。那动静是用来干嘛的？动静主要是用来判断应期的快慢。一般来说，像飞鸟、掉瓦片这种属于动兆，变化来得快，应验可能就在几天之内。而像墙上出现裂缝，看到树影有什么异常这种，属于静兆，变化就慢，应验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静兆应验慢。我们这次关于梅花艺术体用深刻篇的探讨，感觉核心的东西都梳理得差不多了。主要就是那几个要点。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体用深刻关系是判断吉凶的核心逻辑。第二，起卦的时候加上姓氏这些个性化信息，能让判断更准。第三，生活中的观察，像洞玄哥讲的，还有外应，结合义理来分析，能给我们不少有价值的提醒。观察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第四，也是最终的目的，其实是通过了解这些规律，去主动调整，达到一种平衡，从而趋吉避凶。非常对，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调整自己的工具。一种生活的智慧，它鼓励我们通过观察和理解规律，更主动地去改善生活状态。你看，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些本身不就能带来好运吗？正是这个道理。所以原文最后提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善易者不占，就是说真正精通了义理，懂得如何观察，如何与环境和谐相处的人，他可能就不需要那么频繁的去占卜了，因为他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做到了趋吉避凶，因为他已经掌握了那个平衡的智慧。所以最后也留给你一个思考，听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关于观察环境，像洞玄哥那样理解体用平衡，关注五行生克，你能不能也试着去培养这种敏锐度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不用占卜，就自然的去发现那些不平衡的地方，然后主动去做一些调整，去趋吉避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有没有哪些小的行动，也许就是整理一下你的书桌，或者换一种方式跟家人沟通，是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尝试的，切实值得想一想。接下来是洞玄哥全文。人家吉凶何堪见，直向玄中判。入门便察见闻时，于此察兴衰。若还宅气如春意，家事生和气；若然冷落似秋时，从此见衰微。自然馨香如兰室，福至无虚日。鸡豚猫犬会熏腥，贫病至相亲。男装女士皆齐整，此去门风盛。家人垢面与蓬头，定见有悲忧。鬼啼复叹情怀俏，祸害道因小。老人无故气双垂，不日见愁悲。门前墙壁缺，家道终见谢。溜槽水势向门流，财帛永难收。忽然屋上生奇草，亦印人家好。门户幽爽绝尘埃，必定出高才。偶悬破铝挡门户，必有奴妻主。常常破碎在边门，断不利家君。遮门临景桃花艳，内有风情染。屋前屋后有高桐，离别主人翁。井边躺种高梨树，常有梨香吐。祠堂神主护焚香，火恶恐相招。檐前瓦片当门垛，诸事愁崩破。若失破碗侧坑中，从此见贫穷。白昼不宜登在地，死者寒相祭。公然属相日中来，不日耗资柴。品难司臣名遗题，人倦有灾厄。清晨却造连生计，
远行人将至，蟒蛇偶尔涌入人家，人病见妖邪，雀群争醉当门胜，口舍纷纷定。偶然鹏鸟角当门，人口有灾逢。入门若见有群羊，家竹并温黄。舟船若安在平地，虽闻成烟至。他家树荫过墙来，多得横来财。阶前石器多残折，城市多衰灭。入门茶果应声来，终馈主种财。三餐食后炊烟早，家道见机好。连宵宿火不成时，人散与财离。千门万户难详备，礼在无心地。斯闻引路发先天，深奥入玄玄。